到這邊的時候，我就問他說啊，這個空間是怎麼樣啊，滿意嗎？什麼的，他就說滿意啊。然後我就說一起出來的人呢，有點算是害羞笑說還不錯啊。我說還不錯而已哦，我說還不錯，那我要換人。然後他就說啊，你就知道我就是沒辦法這麼直接的講出這種話的人，我會什麼難為情什麼。然後我就覺得就是超好玩的，我覺得就很好笑。聽到我們4個要一起來，稍微会有一點小尷尬啦。那尷尬的點就是跟一個小小的情緒怪獸在同一個空間裡，而且你知道他還想要用他的方式來跟你溝通的時候，我還是就還是有點小尷尬。我应該可以唱得很好，但就我不確定我在身体很累的情況下，我還有沒有力氣去唱這件事，還想不想去唱這件事，唱这個自在。本集由藍星 Villa 和337同居約會贊助播出。他可能會把我。大家有什麼公主病啊？我听听看。公主病你不知道嗎？我有感觉。对啊，我公主。但是是什麼樣的啊？就是我喜歡，就是每天都有人幫我按。我喜歡支持別人。沒有的。对啊，我喜歡支持別人，叫別人幫我做事情。她真的是一個很直接的女生。她說我就是有公主病啊，你看不出來嗎？她說你看不出來嗎？我說看出來啊，就是我知道大概是有一點啊。她說她會一開始先說，如果別人做不到，所以很做不到我就不考慮這個人。靠背，說我啊？那我還生病呢？生病或他下班很累。生病的話，那不可能。那你剛下班很累，剛才跟我說，那我讓你休息1-2個小時。哦，還蠻多的哎。但是我一定要今天一定要做。例如什麼事？洗衣服、整理家裡。没有，現在高科技會取代一切的。你可能洗碗就直接丟。你不會做家事是不是？完全不會哦。不會，但我會煮飯。但我會留着給你洗。那你是不用洗太多了。那你是？我就煮单我自己份就好。自己買就好。那收納嘞？收納沒有，收納就是你就是要我收。對。小手還是我，小手還是你，好可怕！你害怕了嗎？不会啊。還有什麼？你是講清楚了，你先講清楚。你是講，我趕快，我現在回去換人。靠北啊！對了，關掉了。我喜歡別人幫我洗頭洗澡啊。會洗頭？對啊，洗頭洗澡，洗得好嗎？洗澡，按摩助力，哄我睡覺，幫我摸屁股睡覺就行。就要像寶宝這樣拍。不是啊，我說啊，洗頭洗頭，可是這樣洗會髮質會 OK 嗎？沒有，就是我會買一個洗頭禮，然後我就這樣躺着整個幫我洗。每天都要這樣子做。如果那個人這麼閒，這麼有時間，不會有時間，就是我都晚上的時候就一定會是你下班已經休息2個小時之後。那他真的不都很累？你也是一下做，当然累。他就是就講了，你休息30分鐘，30分鐘而已哦，都給你休息，不能做，不然你就花錢讓我出去給人家洗。哦，好像買他就可以。要麼就出錢，要麼就出力的。對，你要麼出錢，要麼出力。如果你出錢的話，我覺得不會這麼有公主病，就不會這麼嚴重。這個取決於這個平衡，看一下自己的薪水有沒有夠這樣子。我是養一個人，應該不是只養吃飯而已。但沒有，我平常買一些奢侈品讓我自己付這樣子，我不會花別人的錢，就是買自己喜歡的東西。那請問一下，你提供什麼？我提供情緒價值啊，沒有，我提供勞動力的部分，然後搖花手這樣。還有，然後當空幹嘛這樣？給屁啊！不要，好可怕，怕屁啊！你又沒試過，你怎麼知道你會怕？我就很認真的了解他大概需要被服侍什麼，我覺得太好笑了。服侍個頭啦，服侍你媽啦！但我覺得很好笑，就是這是他可能覺得被寵溺、被愛的一個方式。我其實覺得我本來就是會對另外一半願意付出的，只是說看他的程度啦。家事都要我做的話，可能要想一下。因為你喜歡一個人，或者是每個人的優點後面都有一些隱性成本嘛。那我覺得就是很認真，我們去討論這個很實際面的問題，不是在那邊只停留在嘻嘻哈哈笑，在那邊講幹話，或者是只是帶一點。我是覺得我下節目還是會想要跟他繼續的認識。所以你之前的對象都是同居嗎？還是半同居？都是同居。一開始沒有，那时候一開始在一起可能3-4個月，之後然後同居，這樣是那種比較快。在一起就不是。
你的要求或者查我，就是都是自然而然，然後有遠距離的，所以就是大部分时间我自己住，但是他反正都会回。这样你可以接受。可是那时候也就是磨合了很久。我觉得我只能跟你講一個很確定，就是我覺得就算是遠距離，我覺得也是會一個禮拜只見到2天。都沒失去我自己。怎麼說？就是我會想辦法。可是你要上班那麼累，你還要特別可能上來找我。你怎麼知道上來啊？我覺得應該是上來。那你是基隆人哦。因為你現在的時間也算是彈性吧？嗎？相對，可是我晚上會比較忙。晚上客戶會早啊，因為我客戶都很晚睡的。所以你客戶其實很多，然後你都會把案子趴給增加。但是你不用去找他們，我會先拍給人家，真的有需要付多少回去。我觉得做不动产還蠻辛苦的，可是确實有很多成就感。对啊，我自己本身是很熱愛这東西，因為我對這東西很有興趣。我自己以後想要買的房子也是想要自己幫自己把關。可是你知道嗎？我現在就是在想說，到底要買在哪裡？我到底要買在我家，還是附近，還是買台北？可是台北，我覺得我沒有能力。我今天要找你来，你會不會覺得而且根本就中不景气，投报率太差了。算是再的話也還好啦，只是覺得昨天結束蠻糟糕的。如果能夠把它講開的話，也蠻好。太麻煩了，真的沒辦法。我其實希望他可以試着輕鬆一點，然後我希望得到一個正向的回應呢。Chris 跟我說他理解，希望這件事情就是可以沒事了這樣子。主要是這個業務現在在一個太焦灼的狀況，那個焦灼是要很工作，然後又有太多要處理，然後那個被動的感覺，真的他沒有办法有这樣选擇。这样会久的話，我要其實我覺得不是，綁過他。反正你一直會想要把它帶到成就是身體累，我的反應會是這樣，可是其實不是。身體累是一回事，可是我對我自己的脾氣掌控還算是有自信，就是身體累是累，那可是真的會讓我真的有點失控的，應該是就還是那些語氣，就是我並沒有那麼習慣雖然是習慣面對，但是我並沒有喜歡在生活上也有那些壓力。那對我來講有點太感受的衝擊來得太快。到時候下午他有點會把他過往對待伴侶的模式用類似的方式拿來跟我溝通，我會覺得有點不太自在，因為我們還在認識的階段，對我來講是好像有點超過我能接受的線。又跟 Chris 再聊了一下 ，Chris 就說，不管我是什麼樣的情緒去想這件事情，我們現在都還只是認識的階段。我就馬上有一些情緒對着 Chris， 他覺得那都不是很正確，所以我剛剛也想了一下，我覺得確實就是我好像每一次在要進入戀愛關係之前，我都會變得有點太不自信或者太沒有安全感了，因為我覺得可能對方不一定會選擇自己。所以常常會變得很脅迫，然後語氣有情緒性這樣子。因為這個事情不止發生過一次了，為什麼我會這樣子呢？是因為對自己太沒自信嗎？好像我應該要繼續用更旁觀者的角度去自然看待這一切的變化。如果是，那也希望我可以做，你現在會比較舒服。就是這難關比較重。情緒那一塊先拿掉。所以我相信我的情緒就跟我的我真的希望他的睡眠有關啊。因為我休息休比較多，我就會可以比較想一想，然後比較理性的方式去跟你討論。你有事，你現在沒有工作，你總會有睡不好的時候，已經一個禮拜，我可以理解成只要是睡不好的時候，然後我就會覺得說，可是我現在又沒有要幹嘛？包完這台，在那個包這台那現在就會好複雜，越複雜越貴。不好意思，这裡就某程度我是很感謝 Chris， 他能夠很直截了當的告訴我怎麼樣做讓他不舒服。然後我確實也反省了一下，我覺得確實我不應該那樣子對他，所以我就跟他道歉。然後 Chris 也說他接受。我又想要再強調一次，我說 Chris， 那你知道我在對你說那些話，我是完全沒有惡意的嗎？他說他知道。然後我就想，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就太好了。因為李恩也知道他踩了那條線，所以其實在豪華別墅的時候，他有好好的跟我道歉。可是感覺的東西可能還是需要點時間稀釋吧。我覺得我可能需要一陣子才有辦法把這個感覺先消除掉。那我現階段還不想要天天有機會要碰到這個問題，想說我到底要不要現在解開它。理性上可以，情緒上沒有辦法。而且你吃很清淡，然後你又不吃辣。我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对啊，生活中的，那你什么时候刺激干净？就面包吧。如果只饮食类很足哦，35塊。哦，我以前還會吃巧克力。我覺得大學的時候這個狀況比較嚴重。壓力是真的非常大的時候，我是在申請。我還是自己給自己。大學那個時候是要申請研究所的時候，那時候壓力全部來自我，就是因為我自己提說我想出國，他當然不可能就隨便就大砸錢給我出國，所以他就有說，就是一定要是全世界前幾名的學校，然後因為我是很不喜歡跟他要東西，所以我就要提之前就很緊張，然後他又是一個非常非常 TJ 的人，所以就我要給很多證據，我要做很多事，我就是做好一整個 Excel 表，然後說我可能中了一個比例，我可能是想要申請學校，想要申請科系，然後為什麼，然後排名什麼，然後就是要做一個完整給他看，然後反正他就叫我過去跟他討論，然後解釋，壓力大部分都來自他，然後是因為我其實不知道我想讀什麼研究所，但他說一定要讀研究所，然後我就說如果一定要讀的話，我就要出國，我不想要在台灣，不可能在台灣讀，所以就是有點算是達成這個共識。他就是很嚴重的罵我，反正他就覺得那學校是很有底。他說如果我要去讀的話，他不幫我付學費，他可能只會付前1-2個月的住宿費，然後其他我自己爭取全額獎學金，或是就是自己想辦法省出這些錢。因為我原本就是全年留學校，所以我其實自己我在一間留學大概辦的那種留學展當翻譯，因為不是第一次去當翻譯，所以我就跟那個工作人員說，我可不可以去當這間學校的翻譯，然後就去刷個名字，然後剛好那天來的學校那邊來的代表剛好是商學院的院長，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說，我有要投這個學校，然後我有帶我的履歷什麼全部都帶了。他去當場看，然後他去當場給我叫我 email 給他之類的，所以我回家其實是很開心的跟我爸媽吃，然後元旦罵爆，我對這件事就超級不爽，就是抱着一個終於可以就是反正就是證明自己的時候，然後結果是得到這種。我想很棒。我不喜歡在攝影機拍的時候做一些太誇張了，太誇張。牽手是可以的，牽手關係。就我就覺得說，我跟你是認真的，我就不想要在節目上這樣子。好啊，還是我們要保持距離。不用保持這種節目上受不起。我們現在節目這樣子很剛好，你覺得？這樣子很剛好啊。那你會覺得就是可能只有我們牽手這件事情，怎麼樣？因為其他榜算是有認真的，比如說像那個賽，他們也沒有牽手吧？他們也沒有牽手，應該沒有在我們面前。他們有沒有牽手是沒差，但是對我來說，我覺得牽手這個 OK。對啊。我是不喜歡。就是公眾賽來的，可是我們私底下的話，我還是你需要一些愛的時候，我需要抱抱，我是可以的。真的。那你覺得我們兩個下節目會繼續發展？你自己覺得呢？我覺得會，目前我覺得會。你覺得？目前確實也是會，因為我覺得我們是有。我覺得蠻扯的。我們你有想到會這樣嗎？沒有啊，我覺得我們頻率蠻對的。我就說我跟別人從來都沒有這種感覺過。
怎麼了？沒來了？沒有，因為我之前在一起的對象都是比較溫馴的，然後可能也比較不愛講話。但是他雖然不愛講話，他是害羞的那種不愛講話，但是你可以感覺到他就是暗戀你，我就喜歡你這樣子，所以你們之間還是會有化學反應的這一種。但是我們之間的這種一拍即合的默契，我通常要麼就是在朋友遇到就是朋友，比較不會有就是真的是會想要在一起的。但是我就覺得你跟我频率很合，然後我又很多时候就很想要花时間跟你相處在一起嘛。這是我对任何成员都沒有的事情，就是我會自發性的想要做這件事情，很難得。你有自發性的想要跟我做这件事情？我今天一約会回來就立刻找你，或者是某些時候我就是想要過去找你，就是直接過去找你啊。然後那邊就只剩下我們兩個這樣子，就是哪有那邊只剩下我們兩個？今天也就只有居你而已啊。那邊也就剩我們两個，然後就是會自己主動想要去找你，就是待在一起。然後就算我們可能就是这樣待在一起，我也覺得沒有講話有很舒服啊。對，實在話就是我覺得跟你在一起會很苦命。對啊，你會很苦命啊。所以我就說對方都要想清楚哦。就都要想清楚對。我很苦命，但我会開心嗎？就痛并快樂着啊，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過程，沒有啊。可是都是我提分手的，我不怕，都是我提分手的，但是是因為做不到某些事情。但如果做得到的話，我是想結婚的人啊，我也沒剩多少，我不是說沒剩多少，沒有人在講話，就是覺得說，我也會有自己期許，想要有目標的這個年紀嘛，有目標結婚的年紀嘛，對啊。很苦命，不會好嗎？我真的會很苦命。那時候你是什麼時候覺得就是好像就是有點興趣想要了解他之類？你就是會照顧人的，然後我就吃這套啊。因為那時候就一起化妝，然後後來又下去廚房，然後你不是煮水煮蛋嗎？對，那時候然後後來又聊，對，那時候才有覺得說，是不是有可能我也想了解你，然後你應該也有想了解我這樣。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也覺得是好像差不多那時候。因為你發現我睡不好，然後拿東西給我，但雖然我是拒絕的，但是你還是硬塞給我了。我就很為難呢。沒有，那時候你就硬塞給我，我就想說好吧。但當下我是蠻感動，覺得說你是常常這樣子，然後其實你自己也很重要，你自己也很累，你應該要多顧一下自己。當下是這樣嘛，你應該把自己擺在前面，你沒有必要就是對我那麼好這樣。對，那時候有特別心疼你吧。這裡的有些人也會做這種舉動啊，就像 Alpha 他很多藥啊，他就會一直給，就拿給別人。感覺不一樣。為什麼？我覺得不一樣的，就是感觉不一樣，好吧？就說不出來。不是認。你應該後來有用那眼罩，對不對？你後來用的時候，就是我覺得是開心的。可是你如果沒用到，我也不會怎麼樣。可是我不喜歡我的東西，就是我給你的東西被丟一遍的感覺。我要幫你拿行李，靠北，我還不要幫你拿，我還只是要假裝跟 Sky 一起搬一下。我加分啊，非常加分。這個加分哦，為什麼？我就喜歡人家這樣子，你喜歡叫人家幫你做事？對，我喜歡叫人家幫我做事，我很開心。但如果是，我就會覺得你應該是很喜歡我。靠北。當你覺得有一個人對你產生有吸引力的時候，你會想要跟對方先試車嗎？不會。對，首先雖然我是個能夠信賴分離的人，可是如果是有可能有吸引力的人，那我不會走先試車這個模式，不會。為什麼呢？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順序不太對。對，就如果先試了，然後就有種差不多什麼東西都看到了的感覺。對，所以我沒有有興趣的我不會先試車。就反而一開始的距離會先要拉開。可是我現在對你有興趣的話，然後我們又說要先暫停的話，然後你說鬆一口氣，所以那就是什麼意思呢？你覺得？這就是我的控制跟我的傾向嘛。我就覺得，因為我在做很多事情，包括我的工作上，我也是喜歡控制一切，我喜歡把所有東西都做到完美。所以當我感覺到有一點點情況要失控的時候，我就也會跟着失控。但我好像就是要接受很多事情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我就只能夠去看，然後接受，然后放下。但我覺得啊，這個講都很容易啦，但真的做起來非常的難。他會覺得他每一次都很堅定的選擇我，那他也把他的所有，他把他全部都攤在我面前，包含他的情緒，他怎麼想的，他的直接，他的心動訊息，但他把自己都讓我知道之後，他也想知道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每一次都選擇他。那其實面對這樣的提問啊，我心裡其實會有一點小壓力，是因為從我的角度，我不覺得我真的有釋放出我綁定一個人的感覺。如果有一個外在的壓力要我每一次都選擇他，然后是基於因為對方對我很強烈的，不管你說信息或是興趣的話，我還是會覺得有點壓力。如果因為你選我，那我要選你的話，我覺得有點違心。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做的所有選擇都是出於我自己的意志，所以我不想這樣做。所以就畢竟這個節目就是短短的嘛，對啊，或者說9天，然後也沒什麼特別意思啦，就是覺得我們可以去交朋友，那也沒有發生什麼事也沒有關係。我好想知道你的意思。對，但就是发生什麼我們都可以，就是都沒事，當沒事。你的意思就是說，現在我們上床然後是可以性愛分離的這樣子嗎？你說現在嗎？不是，我是說假如，我是說假如。那等下好，再一次，問題是什麼？我有點忘記了，但反正就是剛萌萌他好像問我說，你覺得節目裡面最有魅力是誰嗎？我其實心裡面一開始的想法是你跟娜娜，我覺得你們2個分別代表的能量不太一樣，就是你比較是超級有性魅力的那種嘛，然後娜娜她是很年輕的生命力，那個生命力會讓人覺得很好奇，還有它呈現出來的氛圍吧，它會營造出一個氛圍感。這是個問題。哎呦，反正就是好了，它不是一個問題啦。我就覺得我就覺得為什麼我會喜歡你呢？可能只是覺得你有性吸引力而已嗎？好，如果是這樣沒有關係。對，沒有啊，還有我覺得你很厲害啊，就是能夠在職場这樣子，我覺得很厲害。首先，我在職場上一點都不厲害。很厲害好嗎？沒有。我跟你說，其實我覺得我們有一個點是很相像的，我找到那個共同點，你可以先聽聽看。你選擇了這一條路嘛，就職場這條路，我覺得我們是在一個很不同的世界裡面，所以就是在你的世界裡面，你覺得那是你的工作，然後因為你有你想要去達成的你的目標跟你想要的生活，在我這邊的語言就會是夢想，就是我的夢想，就是我其實也會有一個我自己想要的藍圖，然後包括我說我工作現在要怎麼樣去整合我的工作室，然後怎麼整合我的藝術團隊，然後藝術空間可以怎麼樣發展這樣子。然後你說你工作非常辛苦，然後我就會想我創作非常辛苦，然後我們都是想要有一個不要有變動的，想要有一個穩定的關係嘛，在未來。然後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的共同點。這樣子你有知道我在說什麼嗎？但是我覺得你的領域的辛苦跟我的領域的辛苦其實是不一樣的事情。我們純粹應該是因為人力缺乏所造成的辛苦，倒不見得是心理上面的。而且好，我必須要再重申一次，如果在職場上一點都不是厲害的人，我是躺平類型的人。就我的講法，我其實本業是有就好了，我的副業才是我的本業。我的本業就是不出大事就好。对。我覺得我對你有一些投射。對，我也覺得是投射。我覺得我對你有一些投射，然後就是所以有一些東西會覺得很想要靠近，也是因為那些投射吧。好，這個層面的投射，我可能會覺得你投射了你想要的投射。對，因為像我說的，其實我在我的工作場合上，我絕對是偏躺平那類型的，而且，好，我的工作內容裡面有我認為我自己可擅長的部分，但我只會
把我擅長的那一部分做到是最淋好的，漓盡致。對。但其他可是那一部分可能只佔我整體工作內容的10%，然後剩下90%我其實就及格，我就給過了。我覺得可能當朋友會比較適合吧。Chris 他其實有問我說，是不是當朋友比較好？他有發現我在對朋友講話的語氣，跟在對可能親密關係或是家人講話的語氣會不太一樣。Chris 他可能覺得我有一些我的議題在身上，我覺得 Chris 其實想的應該沒錯吧，只是我這方面我自己還要再去多多的覺察，跟我自己再想一下我可以怎麼樣去解決我的情緒的問題。那我覺得我們能夠有這樣子的對話，好像也算是一個告一段落嘛，就是我就不會再太執着在一定要怎麼樣的控制上了。我覺得我算是有達成我來別墅的原因了。但是你有真的喜歡我嗎？我有啊。会不会回答太快？沒有，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才有想要這樣子嗎？你会接我的話的时候是。我一進來才10分鐘，才5分鐘，我就會接你的話。反正就是有那個好奇心，我就會覺得，靠，就是频率蠻對。然後而且一開始我有我喜歡搞，就唱双簧，我喜歡陪你一起搞笑的啊。你喜歡唱双簧的，那你去趕快去找唱雙簧。根本不講樂器，爛透了。那你覺得你自己有什麼缺點？我覺得我缺點，我想一下。你缺點好像蠻顯而易見的。對啊。对啊，所以你還叫我問個屁啊！其實我蠻會看人的，好不好？好，那你直接講我缺點是什麼，我來聽看。因為你的缺點真的太多了，沒有？真的。缺點太多，講不完，就講3天3夜。好，再講一下。沒有，你就有時候思緒很容易很混亂，然後講話沒重點，浪費時間，沒效率啦。靠北啊！可是我跟你講話的時候嗎？你跟我講話也會，但是我包容力比較強啊。我要幫幫。所以是說別人對我包容力沒那麼強，對了。就是別人就是可能對你在放空了吧？我是認真在聽好了，好不好？跟他們就沒辦法講那麼多啊，是不是修飾啊？很煩的。不要過度修飾沒？你過度修飾的時候很不真誠哎。真的？對啊，就覺得說你一句話不能好好講完嗎？好。好個屁！就好美，很真誠嘛。答應美就要改啊！很真誠。答應。還有什麼事情？還有什麼？沒有你，還有你有時候會太想要控場，就是太想要对人家好。對，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沒必要了。說不定人家有負擔啊，人家就是不用，你就不用給寶。不用什麼東西？就不用這麼做啊。你要麼就嘴巴講一講就好了。例如什麼事？幫別人的忙，幫節目組的忙也都是啊，這種都是啊。我知道你是出於好意，但就是善意的，但是就是也沒必要幫他們幫到這種程度。我幫了很多吗？你覺得？很多啊，我覺得你真的不用這樣子啊，幹嘛？你是討好型人格啊？我喜歡，不是啊，我喜歡他們啊。我知道你喜歡他們，但是你喜歡他們的這個對待的這個方式，人家是不是有壓力嘞？不會，他們很喜歡我，他們沒錯。我靠北哦，超級有自信的。他們很感謝你是真的，但是你太過度也是真的，好不好？對不起。知道我要改了沒有？但我有时候跟他們說，我不喜歡你這樣子，我不喜歡你這一面。對，就是你一直太 gay 寶的這一面。我不喜歡，我覺得你可以稍微幫忙，可以。你就不要給寶了，煩死了。反正缺點你覺得最重要的，你的優點就是缺點你覺得最大就是這個，是不是？對。你就不喜歡我不喜歡人家出風頭啊！你不要那麼愛出風頭，好不好？我搞笑可以嗎？搞笑可以，但是出風頭就不要幫忙就对了。對，沒有啦，就是可以偶爾幫忙，但是10次就幫個1、2次就好了啦。你10次幫11次是怎樣？不是啊，我之前做那也才11次。我之前就做劇組的，不然想怎樣？你做劇組，你現在有沒有在做？你現在才參加節目，就好好給我參加節目。我就是因為我的角度啊，你扮演好你自己現在應該體驗的這個角色。啊，我就已經有體驗，我有談戀愛，我有交朋友啊。對啊，那你就我有出去約會啊。对啊，你就好好這樣子就好了。那所以我還有多餘的餘力。啊，你這太多精力是不是？無處發洩的精力。我沒有，我跟你講，沒精力的時候我就沒有幫忙啊。我前2天沒有睡好的時候我就没有。沒有，那你為什麼不把那些精力就多留一些下來給自己啊？我覺得很亢奮了。亢奮？你是加油啊！要我。你的優點就是很明顯啊。我現在這樣子選擇你，就是你的很多優點，我覺得很喜歡才這樣子，你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很舒服、很自在的人，然後又算是蠻懂得怎麼說話的，蠻懂得怎麼表達的吧，雖然是有時候講太多。
好煩的，言簡意賅。你有點太多，我講不完。你要講7天7夜。反正就是這樣嘛。反正就是這樣嘛。就是覺得，我跟你講，就是我對這個方面就比較害羞，比較不會表達，但是我用行動表達。我不要嘞。你不喜歡用行動表達是嗎？那我現在走。沒有，我都很喜歡，我都很喜歡。可是我是真的想知道你喜歡我什麼特質，因為我本来覺得其實……我跟你講，喜歡一個人不需要理由。我只是說特質，就是你比較喜歡我的特質，因為我一開始其實覺得就是你的特質就是很会照顧人啊。然後我們的頻率很合，我們會互相接一些話啊。對啊。那如果我也有照顧別人，你会不爽？會啊，因為我覺得你沒有分別，你是怎樣中央空調、台後，我自己會有分別。這樣，比如說我就只幫你，其他我不想幫，我就看了，我就看一看就走了。就可能什麼東西要收，就看一看就走了。但是我会幫你收東西啊。你没有帮我收東西，什麼時候會看到？你真的很煩，好癢哦！你很煩的你。我前天好像是海邊的時候，我說我覺得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但我現在有新的答案了，我覺得今天這樣子才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是更幸福了。我們回来之後的感覺，跟我跟 Chris 回來之後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感覺我跟他之間的阻礙是蠻多的，但是我跟你回來之後就沒有多想任何事，繼續相處這樣子。對，好像也不用多講什麼。不用對他說哦，我現在對你就是我发的对象，或是你沒有在我发的對象，就是很自然的繼續相處，然後就覺得那種感覺是很舒服。你就只是在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已，就是你很自然而然就找來找我，然後講話，然後就是很自在。因為我前面跟 Chris 還沒講開的時候，我就會有點想要找一個安全感，但是就覺得他在的空間我也是蠻有安全感的。然後我跟其他人又很明顯不同世界吧。然後我們再來就是海邊拍攝嘛。哦，對，我覺得那天是我最緊張的一天。就是有一種昨天約完會，然後接下来這一天我們好像蠻想要跟對方走在一起，所以小緊張，就是很緊張。好，他不知道講什麼還是什麼，我才好奇吧。好奇猜，就我感覺完全不是你的菜。对啊，不是，我觉得约會的時候感覺是兩個大腦在對話，我們就一直在 deep talk，那我很喜歡 deep talk，但是跟一個這麼不熟的人 deep talk，然後還都就是對很多事情的切入點跟看法都很像，好像蠻難得的，就是如果真的完全不了解這個人，然後就要跟他 deep talk，就是假設我先跟李根去 deep talk，我今天跟李根也有 deep talk，但就是那種爽快感是差不多的，因為都是這種大腦在打架的感觉，只是就是會很明顯感受到我跟他大腦的情況不一樣，可是跟你就是莫名的，就是都很和諧，然後想要問更多問題。我不是一個笑點超高的人嘛，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跟你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莫名的一直笑，一直有東西可以笑，對，那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也算是一個很關鍵的事，對，就是哇，幸好你有開車來。為什麼你說？就是如果沒有那個的話，就不會有，好像我們在合作做一件事。哦，對。雖然前一天聊天的時候就很明顯，你腦跟心智年齡可能比你實際年齡大很多，對。但是那天開車的時候就是也感覺出來是很冷靜，然後很沉穩的那一面。這樣子沒有人會信呢。你這樣最好要接進去，這樣子沒有人會信，真的。大家覺得我是屁孩吧？學生這樣子，19歲這樣子。我那時候甚至以為你真的89年啊。89年是幾歲？跟你同歲。我大我一岁。你就大你算，等一下，没事。你这我没有算出來是不是？我算不出來，你一直不算是怎樣？我也不算了，我不算了，不然就差不多那個 range 嘛。廣告時間。
如果你可以自己進去戀愛女子宿舍，你会最想要玩哪一個環節啊？我全部都想玩現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嗎？现在我们在办3天2夜的線下活動，節目裡的環節都可以親自體驗哦。那去了之後會有哪些活動啊？像是羊駝與暴龍、心動拍賣會和真心話大冒險，而且線下活動沒有攝影機，不會有被拍攝的壓力。這真的很棒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櫃的壓力。對啊，在藍狐盟的社群平台發布日期後的1周內報名，還可以有9折優惠哦。報名鏈接可以在置頂留言找到。這樣子就現省1180了耶！趕快找我們一起玩。今天是你們最後一次的約會機會，我會先請你們把你們最後想要約會的對象的名字寫在卡片上。待會我们會請你們主動的去邀請你們卡片上寫的人進行約會。如果被邀請的人，你的卡片上不是寫了他的名字，你就需要拒絕他，並且再邀請你卡片上寫的那一位。我听到這是最後一次約會的時候有點震驚因為我以為至少還有2次3次，結果沒想到是最後一次，就想說哈，太快了吧。前一天雖然有約會，但是想說可以再爭取看看約會的機會嘛。可是原本以為還有2天的約會機會，那就沒想到是最後一天。待會我們先由 Chris 你先邀請。對，好，對，因為剛剛被抽到了。好，發起戰鬥邀請。其實我寫的是你啦，是我啦，對啦，那很好啊，对，那很好。字數不太對，對不起啊，對不起，沒事啊，沒事，私聊啊，再私聊啊，好啦，下次啊，好，下次。我寫了小鹿，那我寫他的原因是，我覺得在這個活動裡面，我心動上想要約會的人我已經都約過了，那我接下來可以約我想要再認識更多當好朋友的人。你想跟小鹿當好朋友，可是他看起來很像是你現在的情敌。小鹿他現在看起來像是情敵沒有錯，可是他的本質上他是個高敏人類，然後其實我前面幾天一直沒有機會跟他多聊一點，也就是因為我們撞號嘛，就會覺得好像可以先花時間在自己真的有興趣的人身上。可是這幾天真的有私聊過幾次之後，發現他的內心世界也蠻豐富的，那也會蠻想要知道他這個人怎麼想某些事情的。那是情敵，對，但也沒關係啊。寫我幹嘛啊？小鹿換你了，還換我？選你啊！我知道你寫他。我們出去約啦！屁啦！真的，我看你們改答案，我檢查。我答應你，我答應你。屁！真的 rock。我答應你。啊，現在就是我穿睡衣這樣出去，這樣完就離開。又你是選小鹿嗎？那你只能拒絕他。對啊，你只能拒絕。所以我說下次約，我們約外面啊。好，約外面是。我們下節目去約。好 ，OK， 沒問題。我先走回去了，再見。我當時我震驚意外我以為應該是互寫。我那時候在想的是，因為Zoe跟佑也講過要一起出去深聊吧，可能還是有點意外啦，因為我以為他們會真的也出去，但可能他們在家的時間其實也常常就有機會聊，他們常常就黏在一起，所以可能也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個單獨約會的空間。當下是覺得說我其實也有想跟小鹿出去約會啦，但是如果真的是最後一次的話，還是比較想跟Zoe出去，有點拍謝。我蠻堅定的，就是選他。可是其實我那時候在寫的時候，我就知道他跟Zoe是會互選，而且他們就在我旁邊討論，我就覺得不要給我偷討論了，就是已經聽到了。你還要在這種他旁邊都是人的情況下，然後有要表達你的主動，又要跟他有單獨相處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是有一點限縮到我的空間啦。可是我還是很明確的說寫給他，我還是讓他明確的知道我的心意，而且我也知道他也知道我選他。我也不想要為了說哦，我知道你會選Zoe，所以我故意氣你去選別人。我覺得這也沒有必要耍這個孩子氣。我是約Zoe，兩個互約。配對成功，你要舉手。配對成功。第一個直覺就是我想要跟Zoe出去，就是一種直覺，就是其他人都沒有想要這樣子，但是特別想跟Zoe出去，因為可能跟他在這邊也特別好吧，但我們都沒有一起去吃過什麼好料之類的。但我沒有想到又會寫Zoe，因為據我的觀察，他們平常就已經黏在一起黏夠久了，還要出去約會，到底好？配對成功要親一下啊，可以嗎？沒有啦。他覺得有點煩，
就是我會覺得這個過程我到底要重複幾次？我會覺得雖然你不是這樣想，可是那種熱臉貼冷屁股的感覺有點差，很煩欸。就是你們已經在其他環節你們都黏在一起了，然後你們還要特別出去再黏在一起聊天，野餐的時候你們黏在一起聊天，大家的環節你們黏在一起聊天，私下環節你们黏在一起聊天啊？請問一下，什麼時候我有這個時間啊？我就覺得到底是這個是女生，這是有什麼那麼好聊的？他沒有跟我說過他對肉有任何的就是好感的感覺，主要就是把他當朋友。但我知道其實肉也對他是有一點就是不同的感覺的。反正我就看得出来美，真的会有點小吃醋吧。我们又都没有出去約會，因為你剛剛有跟我聊到說，又對他沒有意思嘛，可能比較當朋友的感覺嘛。但是 Zoe 可能對他相對有意思，那你覺得又知道這件事情嗎？我覺得又是知道的怎麼可能不知道？女生就是一定都知道，只是她也不會想去把它戳破，也不會想要去面對這個尷尬吧。我覺得她是很圓滑啦，如果對這方面。所以如果又知道 Zoe 可能對他有意思的情況下，你覺得這樣子還是可以當朋友分享嗎？因為畢竟這個友情就沒那麼純粹了，不是嗎？現在這樣還算在我的接受範圍，可是我覺得不要太誇張，因為我覺得太誇張，我就覺得就是不然到底知道我怎樣？他到底要我怎樣啊？就是那你可以接受這樣，那所以不知道那你其實都會跟我表達你的不開心或是吃醋的話，那我覺得我這樣已經算蠻大愛的了吧？就包含什麼收話的那些，我都已經這麼豁達了。而且其實很多選擇我都知道他不會給我，比如說心動訊息，可能有些事情真的太需要感謝了，所以他覺得心動訊息不是最重要的，但他說他最重要的都會給我。那這個說法呢，聽起來有點渣，可是我是信啊。對啊，我是信啊。感覺出來你跟小鹿的感情還不錯嘛？最後是跟 Zoe 而不要跟小鹿的，你當時的這個判斷是什麼？我其實腦袋是空白的，但是就是直覺，我覺得跟小鹿是有默契，所以他可能也能理解我做的一些選擇或行為。那你會有點微微的擔心他對你的想法或是這個決定嗎？不能說擔心，應該說對他有點抱歉。但是如果因為我這些決定影響到他之後的選擇的話，我覺得我也尊重他。我很想跟你出去，我想跟你出去。可是，拜拜 ，Oh my god！ 可是那個 but 就是最大的。你們這些女生實在太殘忍了。聽到規則的時候，我也想要選小哲，因為第一次開始有約會環節的時候，李恩去完之後就一直說小哲好有趣哦，小哲好有趣哦，然後就想說到底多有趣，有機會很想跟小哲約，我就直接寫小哲。那現在換小哲進行邀請。Jenny， 要不要再出去？這個最後想再選 Jenny 的原因，有一小部分是我今天也蠻想出去的。假如他今天有選我的話，當然可以出去，就把這個視為一個再跟他表示說，我還是想再了解你。你是誰？我很想再跟你出去。但是你的寫我真的很想女人们，真的，这是女人们。没对到吗？没有吗？那请你写誰啊？我好想知道哦。但是我寫的也是你。是 but 為什麼 ？Oh my god， so sad。心碎。還是會有機會的，節目不是交友節目真的是哦。在幹嘛？我真的很想再跟上面的人，真的。我們再扎一碗。因為前期 Jenny 跟小哲其實算蠻有默契，彼此會互選的。這一次小哲好像有邀約 Jenny 嘛，可是 Jenny 的名單裡面好像不是他，所以他就得拒絕他。然後我就有點小意外，想說他是選擇誰，就是當然也是覺得很抱歉啊，就明明人家那麼想跟我約會，然後我還在那邊白痴。我在想他會想跟我約會，因為也是就是他接受到了我對他的好意這樣子，我對他的心意，他想跟我約會，但我真的也很想跟他約會。我覺得我現在非常的慌亂，我有一點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就是可能太久沒談戀愛了，然後再加上自己以前過往都是比較回避型的人，加上自己最近也開始重新學習怎麼愛人跟被愛這樣子。面對好感對象的時候，有時候還會不小心退縮一下，小小的害怕這樣子啊。至於具體怕什麼，就是我也很難說清楚。我喜歡一個人，就是這感覺會讓我覺得很慌亂，
慌亂的本身不是因為對方做了什麼，是我對我自己就是還處於一種很不知所措的狀態，我不知道應該要怎麼做才是好的表現嘛，怕我再度搞砸。他好像有點抱歉吧，其實我覺得他也不用抱歉，因為他馬上也就跟我解釋啦，我覺得馬上跟我解釋就蠻清楚的。那你了啦，可是我選的人在失敗組裡面耶，救命哦！好，那也代表就是那代表你也失敗了啦。我当下就是想寫 Chris， 但我寫 Chris 的原因并不是因為我真的就是對他有什麼好感，還是說想要跟他發展什麼，我單純就是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我想跟他聊天。我也不是不想寫小澤，我當然會想要跟他約會啊，但是我覺得我的心意應該算都有表達出去了。我會表達出去最大的功勞就是小鹿跟 Chris。但我覺得 Chris 就是會讓我更想跟他聊天，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以前的我，然後那個時候的我過得非常不快樂，所以我就想跟他聊天。就是你写我當約會對象的心情是，我觉得應該是有一天晚上，應該說凌晨5、6點的時候，就是他一個人在那邊坐着，我看他跟小鹿在聊天，两個人都昏昏沉沉，但就在聊一些看起來有點沉重的話題，然後我就靠過去跟着一起聽，然後 Jenny 就有跟我講他來這裡的目的，或者是他以前有過哪些經驗，他其實有一點點沒有自信的部分。那也就是那一次我們兩個跟他聊了之後，他覺得都蠻想跟我們再深聊，所以他寫我當約會對象，應該是因為覺得我們是適合交流的朋友吧，不是他對小哲那樣的。Jenny，那你再指明下一位邀請的對象。靠 Scarlett 了啦 ，Scarlett 要扛一切了。娜娜，加油，扛起来，扛起来！他選我，他選我，扛姐，他選我啦！他選我，為什麼是我？扛姐，我選擇的是100%可以確定他是寫我。當點到他的時候，我就是已經準備好要接受了，這樣。So Scarlett， So Scarlett， 索拉雅，我選的是 Scarlett。好。配對成功，我同意，我同意。配對成功，配對成功。好，走。虽然我們已經約過一次會，還是覺得當然還是可以繼續再認識更多。我會寫他也是因為我說可能想繼續跟他認真發展，然後繼續更認識這個人，才知道到底在這9天之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兩個這麼迥異的人，有沒有可能真的走在一起？那個又是誰 ？Elva。我選的是失敗。哦，誰呀？說出來。我當時沒有寫任何人，當時以為我想約的人都約完了，但我現在後悔了。我現在後悔了，我應該寫佑，他是我曾經很想約會的對象，但是我今天沒有寫他，有我自己的考量。我的考量是我會以對方的狀況為主，我覺得喜歡一個人要考慮到你的喜歡會不會造成他的困擾，所以我覺得往後退一步比較好。但是你有曾經釋出可能你想要跟他發展的意願，但是接收不到回應嗎？有啊，他好像沒有收到。我認為啦，他給我的反饋是他沒有希望，因為我的表達可能比較的隱晦，我不確定對方有沒有 get 到。但是假設如果對方沒有特別的積極回應這件事，我就會把它默認成為沒有。好，你們兩位有寫彼此嗎？沒有的話，我們就進行下一輪。一起過去。我當下選擇的是小哲，我還是覺得我們很可惜沒有一起就是完整的出去約會，然後可能多聊天啊，然後多跟彼此再相處久一點的時間，所以還是很希望可以跟小哲出去。你覺得李恩有寫你嗎？我覺得李恩有可能有寫我的原因是我们昨天後來有去豪華別墅嘛，但我們其實聊的東西，我不覺得有聊到一個很好的結論，就是他不能說是一個有收尾的感覺，反而還是有點草率的在那邊。可是我們也沒有更多時間去聊這件事，然後我也有點逃避在談這件事嘛。也許他有寫我，但是我的反應我不知道會不會從他看來對他壓力也有點大，因為我開始變得有點回應的沒有那麼積極了。但基於這一點，我覺得他可能不會選我。我選擇小哲，因為我覺得他所學的東西跟我最近有在看的書可能有點相關，然後覺得我想要問他一些問題，這樣子。好，那沒有配對成功的再站回原本的位置。你們再重新
傳一次訊息給我們。救命！好，那小紀，你隨機喊一個數字超過20以上的。38、8、4、32，剩下6。1、2、3、4、5、6，是你。你選誰？我還是選小澤。我選你。不用玩了，不用玩了，不用玩了。你看，被选走了吧？过去集合之前，然後我就有跟他自薦一下，他想跟你出去哦。然後之後他有寫我，就配到了，就是對他這個人好奇。他選你的時候，你的想法就很開心啊，因為我其實也很想跟他出去。那第一次他選我，我想說好，那如果第2次的話，他應該不會換，因為他已經跟9次出去過了。既然第1輪也表示說他想跟我去，那我第2次我想說好，那我改成 Ellie， 因為我也本來很想跟他出去。Let's go，Let's go， Party。這跟我沒有 get 到，小偷哦，這跟我沒有，這跟你换一點啊，对啊，好像頭髮，好，開始有臉臭的感覺。來，聽到是要去拔蔥跟種蔥的時候，我覺得超宜蘭的，就很像國小校外教學會去的那種地方。我就是也蠻好奇那個是怎麼進行，但我覺得就是不管是做什麼，跟他一起做就不會太無趣。我們2個在一起的時候會蠻好笑的。書虎口，你幹嘛有音效？我会不会拔斷啊？哎，為什麼我拔不出來？大力一點，往上。哎，我在用力，我真的有在用力，什麼意思？小練，哇，丟臉了。再大力一點。好，這個我拔不出來了。你看，你也超大把，加油！真的拔出來。你要哦。我們都要做演吵架了，真爆笑一火。笑死！你要1、2、3，1、2、3，1、2。哇，有，大家晚餐靠我加菜了啦。为什麼拔不起來？再回去。你拔看，我沒有這個來哦。我靠！好陽剛！我真的好生氣，我好生氣啊！我真的好生氣啊！大家可能對我的印象都是一個體育生，結果我要拔蔥的時候，原本想說要很帥的，就是直接大力拔起，結果我超大力，但是根本拔不起來。那個蔥根本就是扎根扎得很深，然後娜娜看到可能就覺得啊，真的有這麼難拔嗎？然後她一拔就輕鬆就拔起來，然後我就大嚇到。我拿一個淑女一點的，淑女拔蔥，那要挑小的啊，挑小的。那淑女要怎麼樣？這個是不是這樣？淑女那個，來，3、2、1。我真的好生氣哦！夠了沒啊？好了，夠了啦！整個就變得有點像在拍旅遊綜藝節目，就蠻好笑的。我洗好一把了，這樣可以吧？好快哦！老師可以檢查一下嗎？好乾淨哦，這樣 OK 哈？好乾淨。好。那你要幫我洗乾淨這個嗎？因為它太……你為什麼自己工作不自己做？啊，不用，快吵架。哦，我有怕的東西，想起來了，我怕粉。什麼意思？就是我这種粉哦，摸到粉，我会。哦，真的哦。哈，就像是有人聽那個有人聽到白板
我不能摸到粉，我不行。那你不能做这種東西耶。好啦，那今天就是纯粉。今天我做2份。如果我这樣子，然後摸，我会。OK， 好。没事，沒關係，我扛。哇塞，好來，那他需要很大力氣耶，拉壓拉壓，壓拉壓，我剛掐下去，他直接從旁邊跑出來。那如果你覺得不好的話，其實也可以再。我其實有點想要再來那個拉壓拉壓，索拉雅。你有開啟了哎，你開啟了。突然拉壓，拉壓拉壓索拉雅。你有在用力耶？你有那個氣勢在。我右手那條李師傅，我右手那條肌肉要用到。有。哇塞，好會揉。好，那好，帮我先放上去。好，那我當2號。好，我1號放上去。好，你的1號是。我是2號。那你是2號，都可以。好，謝謝。那你是幾號？沒有，開玩笑，對不起，來走。我們之前他是0號。很燙，我很燙。哎，很甜呢。等一下，我還沒吃到。對，蔥確實會加多一點。因為我剛剛想說，是那種蔥味很重的蔥的話，就還好。它的蔥很甜的，是好吃的。好，做吧。來啊！好了，還是切那個。我得知我要跟艾莉一起做果醬的時候蠻開心啊，因為果醬感覺就是一個就是甜品類的東西嘛，我平常就很喜歡做甜點。看一下，對切嗎？因為他說不要，他說只要去掉籽就好，他說其他東西就可能這邊切一個小三角這樣子，我猜。對我想象中的還這樣。等一下，我是就那個，我覺得小心。前後也是比較好吃。對。我很像我阿嬤的刀子，這種小刀子很好。他直接把它放在客廳的桌子上，然後我就會覺得超危險，很恐怖，我覺得很恐怖。對，你拿來玩。我就是為什麼刀子不收好這種感覺？阿嬤你在幹嘛？我覺得他們看我切應該會覺得很危險。平常沒在切水果。對啊，因為我會直接把它就是中間整個吃，然後就是這樣子切，我會切這樣，就中間我就直接梗那個一條就吃。啊，我要外掛，我就切4等份，裡面可以交給你。開外掛。這個是有，你切很快，謝謝啊。難怪我平常都不吃蘋果，因為我不會切，我可以直接啃啊。吃橘子，而且我現在切不下去。小心前後。可以。因為我主要切水果的話，可能是以我方便為主，就是可能切蘋果，可能就真的亂切，就切下來就切，可能也跟性格有關，就是這樣子還要洗刀，所以我可能就直接啃。蘋果不是我最喜歡的水果，所以我不會特別為了它去練我的刀工，就是還是你要休息？我們好，毫無懸念，這很適合放那個，你喜歡檸檬嗎？好，你喜歡檸檬嗎？我可以啊，那你帶走一點皮，玩它。我都很想站起來弄。那這個我們推理外面一點，站起來弄感覺比較好吃。你好棒哦！突然被稱讚了。要不能用賢惠，我的性別研究。我覺得賢惠男生也可以用啊。可以啊。對啊。我也覺得。我要先問3個問題，不是2個，已經是2個問題了。那個我要問舉足低。當然不要問那個啦，年齡太無聊了。年齡感覺就差不多，其實我覺得年齡差不多。對啊，所以是台北吧？對啊，是台北的，是的，一定是台北。那我問你是嗎？我還不小心聽到中壢，
昨天就有哇，就是台北啦，没錯。因為感覺大家其實都會預設，大部分人都是台北的，他們的活動範圍啊，就可能他跟李恩聊天的時候，大家可能會特別聊哪一區啊，哪些店他們搞不好就是有共同都有去過哪間店，然後所以就會覺得可能是在那邊生活。怎麼樣？那換你揭露了，我也不想問年齡。對啊，你要猜嗎？北中南要先猜。給你3個機會。這很難猜嗎？不知道哎。3個機會，我人還蠻好的。猜錯你要怎麼辦？猜錯你要怎麼辦？猜錯買貼紙。一言不合買貼紙。大家都要拿貼紙回我，天哪！真的。同樣幾個先生。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好多個。還有外島吧。哦，對啊，外島，你該不會金門人吧？好，猜第一個錯。這已經用掉了。還有2次。我外島都還沒猜完呢。還有2次。外島猜完就來不及了。還有2次。就沒機會了。你要我怎麼辦？最後一次機會了。最後一次哦。好啊，你直接告答啦，我猜不出来。这3個啊，你要猜什麼？你想猜？你有去過的地方？我有去過的，去過蠻多地方哎。对啊，快猜啊！宜蘭啊。對啊，我是宜蘭人。又是一個宜蘭人，又是一個。好，一開始超驚訝的啊，因為我覺得他藏得很好，完全沒有顯露出他是宜蘭人的樣子。就我就又在想啊，因為上次君你也是宜蘭人嘛，然後我就想說，竟然有這麼多的宜蘭人隱身在這之中嗎？然後我就每次大家在討論宜蘭什麼，他們心裡在想什麼，一定很好笑。水果跟你說再見，冰淇淋一起說拜拜。這個要剪進去吧。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樣甜，心情像冰淇淋一樣。啊，親姐，看你們，一言不合就唱歌。我今天結束那個形象已經沒了。沒事，那你要陪我啊，我們就會變成唱歌組合，變成唱歌雙人組。出去約會都突然唱歌。對啊，我們是清唱雙人組。我還會唱2首。水果冰淇淋，然後再繼續唱。水果冰淇淋，非常冰淇淋。日子将它慢慢融，就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或許我不該問，讓你平靜的心再起漣漪。可是我當下知道你的職業的時候，我超爽的我就說幹睡啦，我真的是很會選人，很會選朋友，對啊，就覺得很驕傲，你就直接太有衝擊力了，很有衝擊力。為什麼 Chris 也一直說很帥？因為那時候你一講完之後，大家就像就怎麼樣啊這樣子，有嗎？真的，大家內心就是這樣子啊。然後我也是整個眼睛睜大，我的職業啦，可能我的反應真的是超級大，真的假的？我想說，天哪，太驕傲了，就是真的假的？跟你好的人是這樣。對啊，這個是那個嗎？狐獴。哦，藍狐獴。藍狐獴。藍狐獴。這不是男的。他上面寫我是 I，我是 I 料。這個強迫社交，不能摸，對不對？他說請勿生氣。好，原來是他在叫，那麼大聲，幹嘛？你有淡定哦。我情緒很穩定。對啊，情緒好穩定，想談。超級穩定。我不會比較不會有蟑螂那什麼？哎呀，我不行，你不行。蟑螂我超害怕蟑螂。不是蟑螂，蟲啦。要進去嗎？但是蟑螂是什麼啦？好可怕哦！蟑螂好可怕，好惡心。蟑螂我真的理解不了你敢打蟑螂嗎？我可以踩啊，我可以。真的假的？怎樣？我看到蟑螂我會立刻直接整個人消失不見。真的假的？那你要進來嗎？你在外面？我在外面好了。好可怕！我看，怎麼有人可以接受蟑螂啦？我看到動物我都會想要上手摸。真的假的？我是那種想要上手摸的，就覺得太可愛了，想摸一下。我看我們等一下会不會遇到那種真的可以抱的那種？對啊。手伸進去。你不是要養那個？那
對啊，那個，对啊，很像啊，怎么長這樣？啊，超可愛，土撥鼠超可愛的。它会不會咬我啊？會哦，為什麼？會哦，應該讓它夾子餵它。看得出來，就是他對動物很有愛，在跟動物互動的時候，感覺他是個溫柔的人。怎麼那麼突然？你剛剛是嚇到？我想說，哎，怎麼那麼突然？可是你情緒還是很穩定。因為還好那個沒有很可怕。然後我們也沒有死。哎，有一只鳥跑出來了。哎，密集恐懼症。哎，真的有一點。你会怕嗎？還好，還可以，我覺得蠻可愛的，其實。蠻漂亮的。你眼睛好紅。你3天3夜沒睡覺啊？那你形容娜娜是什麼顏色？我沒有形容他哎。啊，真的假的？他就覺得你是藍色就對了。對，他就是給了一句這個話。一個很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對啊，我想到這個，然後我想說，所以你是藍色是怎樣，憂鬱嗎？還是什麼？哎，我想到藍色也是覺得是憂鬱，對啊，比較悶，是嗎？就比較沉悶才會是藍色啊。搞不好。它上面是有食蚁獸啊。它的很尖的。它掉下來，哎呀，好可愛哦！那個躺着，它躺着，好可愛的。它躺着哎，它想說我到底要躺着還是？对啊。哎，烏龜，我以前小時候也有養烏龜，它長得很好笑，長得像鱉，對，長得像愛迪生。有嗎？拍一張愛迪生，他的正臉很像愛迪生哦。好了，有一點，对不对？他眼睛好像哦，他眼睛好像愛迪生。嗨，愛迪生。哎，愛迪生，該出來工作了，不要再混了。哎，水豚，啊，可愛死了啦！哎，他情緒真的超穩定的，水豚君的情緒都超穩定。是嗎？哎，你看，還要你幫他？哎，太可愛了啦！還要你幫他？好可愛呀！嚇死了！好刺哦！你看它的毛好像稻草，對啊，跟我頭髮一樣。你還要同一個系列的。哎，這個很可愛耶！為什麼它有一種表情？真的，你都這麼講愛迪生，害我現在覺得很像愛迪生。很像啊，他眼很像，你過來看。好像，它掉下去了，超好笑的。哎，它过來了，而且它發出那聲音哎，討摸摸啊，好摸啊，好摸喲，太可愛哎，什麼意思？他喜歡你耶，他喜歡你呀，它躲到我的腳下面，哎，等一下，它吃它在聞我的腳趾頭。沒有啊，跪在上面。不要弄我的腳趾頭！等一下，我的腳趾頭啦！好可愛！你看我這裡，怎麼這樣？他舔了一口。衛生紙嗎？他舔了一口，沒關係，這我回去再弄就好了。太可愛！你的腳是蔬菜。然後他今天的那個拖鞋有被那個水豚君還是什麼動物，就是有衝向他，就是可能很喜歡他之類，然後嘴巴的那個什麼菜籽，綠色菜籽就有大滴在他的鞋子上，就很好笑。加肉，来这个。不好意思，你们有那個衛生紙嗎？衛生紙。哎，那麼貼心。沒事。他沒有濕紙巾。沒關係，沒事。好，太多。等一下啦，我的草已經沒了啦，才剛開始吃哎。等一下，靠北。你出來這。等一下，我現在只剩下這樣子。對啊，我剛才他有點餓，他在那邊撞一直撞。你是笑羊？哇！笑羊。激動。笑羊。你是不是很累？它可以做成那種梗圖哎，就是社畜的梗圖。超級累，太可愛了吧！你要睡着嘍。還想說不要煩我。他說你們真的好煩，每一隻動物都很厭世。對啊。
其實我覺得約會啊，正經的約會好像就還好，可是感覺就是有點小出糗，就是這些環節，我會覺得讓這個整個約會更可愛。反正就是那一間嘛，那個地方就會有交朋友的環節，然後就會讓你寫那種小卡，然後卡片上面就要写你的外表特徵、興趣愛好等等。對，反正然後就會把它投進摸彩箱，然後大家就可以去抽摸彩箱裡面的人。那你就這樣去認識他們？對，就是可以用這個方式去認識別人。這樣啊，可是我有寫那個卡，但我怎麼没有認識那些人？等一下，这我们去的是同一间哦，好像是。然后印象深刻最那个就是我之前有同时间在同一個地點出沒過，然後可能有擦肩而過，太神奇了。那你怎麼可以就是當工作人員？我第二次去的時候就剛好就一直在跟別人聊天，然後我就被其中一個工作人員看到，然後他就問你了，他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當就是那種炒氣氛嗎？或者是跟真的他怎麼會覺得他怎麼會問你啊？因為我那時候就真的一直在跟別人講話，真的就是在交朋友，對。那你什麼時候去那間的？同自由去。去年才同自由去，2025年。對。那我们俩他也在那裡啊。我会不會見過你啊？我會不會看過你啊？難怪秋天眼熟。等一下，我從第一天後吧，我就有說，我覺得有幾個人很眼熟，我覺得 Chris 跟你很眼熟。屁啊！真的啦。哎，那如果我們在那個酒吧遇見的，我絕對不會跟你講話。我們可能去過同一間女同志酒吧，就整個覺得太荒謬，因為那個酒吧真的很小，就也沒辦法容納很多人，所以我們就是肯定是有擦肩而過。老實說，我們這幾天也聊過，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我看到他，他看到我，是真的會擦肩而過，我是真的不會主動想說要去認識他的。我們兩個人都覺得這件事很荒謬，就是在那天沒有遇到，但是卻來這裡遇到，也覺得蠻特別的。因為要不是有這個機會，我根本就不會去認識這個人，然後根本就不會去發現他身上的很多個人特質有吸引我的地方。要現在換居住地嗎？就換了。好，你自己換，好，你自己講。我現在住台北，但是住在偏淡水那邊，但是租房。我可能需要看一下淡水是在哪裡，就是真的很遠。但是我是桃園人。你跟幹嘛？好，什麼？你跟好，你跟 Chris 真的是會是很變很好朋友。哦，很遠呢。我原本以為他可能是中部以北，沒有想到他就是真的居住地就在台北，很遠的。好，你覺得住哪？我真不是說可能會偏南嗎？但是不是台中嘛？對。沒有想法。我從高雄開過來的。高雄太遠了吧？對啊。那這個距離會影響你對他的感覺？距離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感覺，但是可以說是硬傷，但是他也可以不被定義為傷，就看你們怎麼去調節這個東西。遠距離還是有它的好壞處的，但就是可能前期還是怎麼樣會比較辛苦一點，就是要兩個人很投入成本去溝通，才不會讓這個硬傷成為真的大硬傷。我們今天揭露了那項資訊之後，好像認真開始思考，就是9天之後會是什麼樣子。在這之前，我完全也不會去想說，哦，我現在跟這個人配的，我跟這個人有好感，我在現實生活中要怎麼去跟他繼續進行這段緣分？可能因為就是揭露現實之後，然後就覺得哇，真的超抱怨，所以我覺得很多那種不確定感跟不安感就上來了，會一直讓我去想，那我們是其實根本在現實生活中就超不適合。這9天其實也單純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deep talk， 然後讓我覺得這個人很吸引人，但有沒有可能我們的共同點就是只有這個 deep talk？ 所以我那時候是在思考這件事。如果說是有考上的話，就是在台北念。所以你要考研究所？對，我想考什麼幹嘛？什麼系？那叫啥？反正策展的東西。
哦，我听到他可能之後想要考台北的研究所的時候，算是有開心。就是我現在也是在台北，然後他之後也要來台北的話，那就是距離會比較近。但是這件事情又有點太遠，因為我知道他現在還沒有要考研究所，所以這不是今年下半年的會發生的事。然後加上我自己也不確定我之後會不會再繼續留在台北，所以頂多就是到了一個他可能未來會去的地方，或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我也不會有那種哦，那我們以後就可以一直在台北了的這個想法出現。那你好像有提到你未来會考台北的研究所，那你覺得可能這個因素会让距離變得好一點嗎？完全不會，可能他外派到高雄，或者我要考到台北，這都不會影響我考慮這件事的主因。因為我本來就覺得到哪裡是他的線，我到哪裡是我的線，住近不一定就是好。反正台灣就那麼小嘛，我覺得本來有點距離就是正常的事情，就算最南跟最北都還算是能接受。而且本來人生規劃就是這樣，近2年可能會考到台北，他可能近2年他又會到別的地方去，本來就是這樣子，互相錯過啊，或者是互相重疊，就是看當下的狀況去調整我們兩個要怎麼相處這樣子。大概多少可能會考慮一下吧。你就想你想不想變 Chris 那樣？你說年薪超高，但是很累嗎？對。我不知道啊，我覺得我有一部分可能我不覺得那是壞事哦。对，從小就是看家長是這樣子，工作壓力巨大的那種。我以為每個人都會這樣子，所以後來看到很多就是活得很 free， 活得超窮，然後一直搞藝術的人，我覺得你知道嗎？沒有，我認真。之前看到搞藝術的人，我就覺得他們超酷。他們的活法跟我們跟你們的活法是，對，我那時候就完全沒有辦法想象我過他們的生活，而且我也完全沒有辦法想象我過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應該真的不可能長那樣。就是娜娜是一個性格非常鮮明的人，又是搞藝術的創作的，但我身邊就真的完全沒有這種人。我身邊的人就是都跟我蠻像的。然後如果遇到這種可能跟娜娜氣質很像的人，我是真的以往都不會主動去認識。我會覺得我們的思考可能太南轅北轍了，我也會害怕我自己的想法會被那些人 judge。通常他們好像就是會偏對很多事情很有自己的看法，但我有時候就是真的沒有到太在乎，然後我就會覺得這種人会不會就覺得我這個人超淺，對重大議題沒有什麼看法，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我們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要不要滑滑板？你想滑一下嗎？會很難嗎？你平衡感应该還不錯吧？不一定。你是有運動細胞的人，你的重心一定在這邊，然後這樣推，然後放上去。好，試試看。是不是很滑？它很滑，對不對？對，好可怕哦！你先有辦法站上去。好，來哦，一點點哦。是不是沒有看起來簡單，對不對？對啊。好。哎，重心要放在上面，重心要放在前面，重心放在前面。太難了吧？好，謝謝，謝謝。對，好，對，好，然後腳放下來，對，然後再推一次，对，大概是這種感覺，然後好，腳慢慢放下來，好，再推，然後繼續推啊，你要放，哦，你說放下來然後推，對，再推，好，然後腳慢慢放下來，好 ，OK， 今天上課到這邊，今天課到這邊1堂600，就下課了，10分鐘600。他有教我怎麼留，但我就是真的偏沒有天分，我也沒有真的覺得很挫折還是怎樣，但他好像怕我覺得很挫折，他就說什麼大家第一次都這樣子，然後什麼他也學了很久，然後我想說，我其實沒有很難過，不會就不會。我當然希望他能滑成功啊，他就會比較開心或者有成就感吧。但是我知道那個真的很難，所以我在問他要不要滑之前就有做好心理準備了，他可能會很挫折，然後我們可能會又有什麼勸步的那種小地方發生，但不會啊，就是也看到他學習一件新事，就是他不擅長事情的那個態度吧。雖然他感到挫折，但是他好像也不會有那種我很不能接受的反應出現，就可能覺得他完全就是不要，因為他怕失敗，然後就不嘗試。他目前來說就是一個蠻安全型的人，就是願意溝通，願意嘗試，然後也願意接受自己不是完美的，就是每個人都是有缺陷的人嘛。
你要不要講一下你自己對娜娜的感覺？感覺哦，現在可能我贏他哦，對不起。其實昨天寫那個魅力，我有寫到他，就是我也是寫他，我覺得他的個人特質很強烈，我就寫他跟 Chris 這樣。我也是，太扯了，我也是。他們2個就是蠻鮮明的，我就会很明確喜歡他們的人，他們就是會吸引到某個族群，我覺得。對。但我確實現在目前最喜歡是Zoe，沒有，就最想要跟你，我就最想跟你出來了。就是他說最後一次約會的時候，我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你，所以我就覺得我也沒有辦法寫別人。对，就是我本來就想跟你出来。对，即使可能我现在跟小鹿可能感情有升溫或是有感情的情況下，我還是想要先選擇你。所以更偏向那種你會想要好好跟這個人過生活嗎？就不只是交往的層面，因為他相對更安定、更穩定。如果說以後要結婚的話，會比較想要考慮這種對象。而且今天是最後一次約了，对啊，我們都沒有約過對啊，原本以為有2次機會。但其實我們那天野餐也很像約會，我也覺得，就是感覺整個世界只是让我們2個，其他人來我們根本就不想在乎的感覺。对，就是非常專注在，可能有個結界，有個結界，名譽展開在當，對啊，名譽展聊很多。因為我是覺得我這幾天跟他其實是別的契機之下，然後才開始聊天，不是因為想認識彼此而聊天，然後但是就聊着聊着，感情就有一直在慢慢增溫嘛，然後聊更深的話題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更了解內在的他，很多事情上想法蠻相像的。你会喜歡轟轟烈烈那種嗎？很濃。其實我沒有到很喜歡轟轟烈烈。你喜歡細水長流？可是小火花不斷。對，就是那種互補的感覺很好。因為我覺得我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情緒蠻穩定，但是我真的很在意一個人的時候，我其實情緒蠻有波動。所以如果對方很穩定的話，我會覺得相對的就會比較可以跟他一起是這個頻率。但如果對方也是很爆，然後又跟着我一起爆，被我影響的話，就會很可怕。所以你其實應該是蠻在意對方情緒穩不穩定嗎？也是，這也是一個部分，但是沒有到說特別說這個是一個基本條件但是有是更好，但沒有的話，我覺得還是要看2個人，因為有些人是他對某些人就很暴躁，但是他對你就不會。对，我覺得這種的我就完全可以接受。可是我覺得我跟你應該都是，如果2個人一起生活沒有比你現在的生活還好，你應該不會輕易想要進入這段關係。對。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也是自己一個人生活也可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對，1+1一定要大於2。對啊，不然的話就不要在一起。我也覺得。你有說你是一見鍾情型還是？你是一見鍾情？沒有，我是日久生情型。你是日久生情？是日久生情，因為我覺得沒有一見鍾情，你只是膚淺喜歡他外表，然後就會談那種轟轟烈烈的愛。對。但是我在一起的都是細水長流，那肯定就是日久生情。對，因為我覺得外表確實是一開始你會想認識他的一個依據，对，但不是你跟他相處之後可以一直維持的東西，因為美貌是會變的，对，你也會老。如果到可能都已經60、80、皺巴巴的年紀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你看他你還是覺得很美，或者是很可愛，就是因為你喜歡他這個人本身，就是那種你看到他的靈魂。就不是只是外表上面的感觉，对，就可以看穿他，然后可能一起去欣賞美女也可以的程度。哇，我是後來才突然變成這樣，因為我以前容貌焦慮蠻嚴重，就人家看長這樣還要就看別人，我就會覺得說我是沒有比別人好看，所以你才一直看別人，然後可能別人就是整得那麼好看，我就覺得說那我也要去弄一下，對，我也要去弄一下，你才會就是一直看我，才會稱讚我。因為你都称讚別人給我，你是為了自己想好看才弄，就你不會想要為了他。對，沒有後來就是覺得說，其實外表沒那麼重要，就是我可能就是當下很生氣的時候會講這些話，但是又不會可能真的去把自己真的弄成他看到的女生現在這個樣子，但是就會覺得說很吃醋吧，就是鬧一些小脾氣啊，比較幼稚，對，就是還是有一些小心思，但現在的話我不會了。像我就覺得說他愛我，就是因為我們的相處，對，
就是很想要這樣子一起，然後這種是真的超級有愛的感觉，跟那種很膚淺，你看到這個漂亮的東西是不一樣，漂亮的東西就是一個物品，或者是就是一個東西，理解。我每次在路上看到那個老夫老妻，還有什麼，就牽着他，我就是很感動啊，已經很老了，然後就來牽他，敢過馬路還是什麼，我覺得那個愛意騙不了人，堅定的爱，騙不了人，对，就觉得很羡慕。所以你是从哪一个时刻才真的发现自己确认是喜歡女生？我其實你應該被很多男生追。我覺得男生都對我超好的，我其實都覺得，我覺得我傷了，我以前小時候真的不懂事，沒有做出什麼太超過的，可是就是可能也還不確定，我想說好啊，那就在一起看看，可是我就開始會有膩感嘛，有膩，我不知道什麼，我自己有一任是他真的超級傷心，可是他也想知道什麼原因，可是我講不出什麼原因，然後就喜歡一個人是沒有理由的，討厭一個人也沒有，小斷來。後來因為我國中其實就有跟某個女生很近，因為那種沒有住宿學校，我是長大之後回看那一段才覺得我應該是有喜歡他，可是那時候就覺得哦，那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一直知道有時候可能就是跟某個女生相處，然後會有小小心動的感覺。可是因為那時候都是一個很陽剛跟一個很陰柔嘛，然後我沒有想為了跟那個女生在一起喜歡強烈到對我想要改變我自己造型，我就沒有想，所以從來沒有想這條路。然後是我忘記20幾歲還是什麼，就是有一次 YouTube 滑到，就一對外國的女生情侶，可能有個性中性，可能她外表就是也是偏陰柔，對。然後我就想說，有這樣的組合嗎？那怎麼可能？真的有嗎？然後我就覺得比較有信心一點，然後才開始用交友軟體。就聊了幾個之後，然後就交到那個我的那個女朋友6年。可是跟女生在一起不會有厭煩感，不管在一起多久都不會有厭煩感。不是哦，不會，我好像都越來越愛。其實我不太懂什麼7年之癢是什麼。我是會越來越愛一個，可能一開始只是稍微好感而已，可是我覺得時間推進，我就會越來越。好像女生都是，應該說女生都是加分往上走，但是男生都是減分往下走。為什麼？男生一開始是這樣。我就想說，還是我沒有遇到真的很喜歡的男生嗎？我其實也沒有排除這個，可是我現階段可能想跟女生在一起，都完全沒有心動的感覺，沒有到完全沒有，可是可能真的很低，我也不會主動去想說要認識。我都會覺得，真的就是在愛的時候，對方有很多彼此的不自信，跟就是一些自己會認為的缺點什麼，真的在我眼裡都是可愛的。對，感覺。哇，是真的非常有愛。但因為大家都有太多的缺陷跟童年創傷，對，然後你要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變成，可是好像不得不彌補這個。我是很希望可以了解對方，如果願意跟我分享他的所有，我是很願意聽，就是我不會覺得。你趕快去把你這些東西處理好，或什麼？但看起來你也是很能就是處理這些東西的，都在努力。我人生也是發生過很多大事，對啊，你也是吧？有嗎？還是其實你還好？也是有吧，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都靠自己，我覺得都最終都是要靠自己啊。因為對啊，人到最後都是靠自己，所以我才那時候覺得說人都是自私的。我會有某一個時刻認定這個人，就是因為我覺得他愛我自己。比你愛自己多，對，他愛我比愛自己多，超感動。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就是這種人，我就是絕對就要跟他在一起一輩子，就覺得太感動了。真的。我們在交流，然後再講各種價值觀，然後以及過往的感情經歷啊，然後我們都是很真誠在給予對方回饋，然後也聆聽對方在講什麼，就整個過程我覺得很好。也像 Elva 講的，你真的會一直解鎖他，然後又發現更多面貌的他嗎？就會覺得他真的跟他外表有反差，自己內心也是有一個他自己理想的家庭，以及對另一半一起生活的那個畫面感，我們彼此都有描述出來，並且很多地方有相似的時候，就會很共鳴，所以也都會感受到很多瞬間，我們彼此眼神是有光的。原來我們這塊一樣，這樣子。
或那種保護你哦哥，那種我不行。但我們就是对話的时候也很常大笑，所以就是可以从很表面的東西或很搞笑的東西，然後一直講到很認真的東西。我覺得這點是最吸引我的嘛。我們會一起去逛，就是超市，你喜歡？我覺得那超幸福的。我也是，那幸福感那个爆棚的程度，太扯了，很誇張。我們就會一直不小心延伸到其他話題，然後說你也是嗎？我也是。整個吃飯的環節好像就是有好幾次都是有這種狀態，我覺得那個瞬間也蠻心動的。就今天晚上真的很幸福。等一下會低啊，感受低。你自己先吃，你愿意吃我的口水就对了。对啊。因为我原本是把它很歸類在一些就是朋友區嘛。聊到這個之後，就覺得目前為止只有他讓我覺得我看到了未來生活的模樣。對，每一直黏着他，想怎樣？你會黏他嗎？有啊，我都沒時間，我沒時間。好啊。等一下，現在是抱怨嗎？怎麼辦？要抱怨一下。如果你還看不夠，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1個月只要100塊錢。Chris 跟你演前一天有吵架是不是？對啊，半夜4、5點還在吵。太晚了。對啊。他在吵什麼？是4、5點嗎？可以分享。怎麼起頭的？還是比較私人的事情？有一個起頭是在宿舍內的時候，那個應該很多人都有在旁邊，在1樓對聽到客廳那邊。對，那個時候應該講月老清單的東西。然後那時候他就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把感覺放在第一位，什麼什麼什麼類似的啦，應該是這些對話。然後他那時候很糾結於娜，到這裡我都覺得還只是價值觀的吵而已，所以我覺得還好。是後來在門外，然後有些東西是不能播的，然後他糾結的點，因為我跟他聊過，我知道他對他以前的前任們，他的情緒表達方式是什麼，我會覺得他已經把那個模式直接套用在我身上了。然後這件事不僅是快，對我來講有點越界了。你可以看到幕後花絮，來賓們參加節目前的面試片段，完整版的約會內容，甚至是來賓們觀看播出後的第一反應。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戶的話，請不要從 YouTube 的 App 購買會員，這樣會被多收50塊的蘋果稅哦。所以建議可以從其他的網頁瀏覽器或是電腦直接購買哦。